为保乌克兰，欧盟向美国低头，匈牙利成安全威胁，欧盟倾力门户。乌军2天连下3城，打开 T0504 交通枢纽。俄本土连环爆炸引大火，俄导弹误袭自家居民楼。米格29挂载 GBU 炸弹出击，整栋俄无人机飞手被活埋。俄预算赤字在超预期，俄军神直呼赢不了。MK44 完成，波兰的装甲洪流要成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欧盟用大牺牲换来对乌克兰的帮助。据 Politico 新闻报道，欧洲理事会负责人安东尼奥·科斯塔公开证实，如今的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欧盟和美国关税协议的一部分内容。科斯塔表示，欧盟愿意在贸易战中让步，即同意美国征收15%关税并放弃反制措施，但相应的需要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有意思的是，要知道之前欧盟可是曾否认关税和俄乌问题有关，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其改变的呢？虽然官方没有明说，但答案就在明面上。既然是为了换取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让欧盟实打实感到了担忧，明白美国的安全承诺并不可靠？所以科斯塔的话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白宫的不满，同时也是一种隐形的施压。那意思就是欧洲可以暂时让步，但如果美国仍然偏向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提供真正的支持的话，那不好意思，关税战我们可能会继续打下去。至于欧盟为什么不惜损耗自身利益也要这么做，其一是他们真心实意想要支持乌克兰，其二是如今的乌克兰和欧盟早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乌克兰倒下，欧盟将直面俄军威胁，这是还在武装欧洲过程中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与其到时候大动干戈，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对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援助，彻底击败俄罗斯。而最近的大行动是9月1日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的顺利召开，各大盟国将增加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投资，承诺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其中德国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据图片报报道，作为乌克兰最重要的盟友，欧洲领头羊之一的德国，这个时候居然宣布停火后不会派兵参加国际维和部队。至于原因，报道称是因为与梅尔茨联合执政的基督教社民党坚决不同意向乌克兰派兵。当然，相关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德国还是承诺继续提供的。这不，当天乌克兰真理报就有消息说，德国向乌克兰交付的484支 HLR-338 精确步枪，目前已装备了乌军2支特种部队，其他援助武器也陆续到位，给予了俄军极大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的美国早已遭受到包括欧洲铁杆盟友在内的多方的不满，欧洲也必须正视自己的防务了。此前，英法德等大国开启了重启武装欧洲计划，到现在即便是经济相对较弱的芬兰都已准备好了增加军费开支，甚至他们都计划到2031年将战时部队的人数提高至100多万，届时芬兰将拥有欧盟最大规模的军队，而芬兰恰恰是俄乌战争开始后火线加入北约的国家，可见俄军的威胁早已深入这些欧洲国家的内心。除了武器装备、人员上的武装外，清除内部害虫的程序也被提上来进程，而最先动手的依旧是打头阵的德国。我们都知道，跪舔俄罗斯的匈牙利已经和欧盟渐行渐远，其吃饭砸锅的行为备受其他成员国厌恶。而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德国已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反乌克兰立场视为安全威胁，同时还在考虑冻结欧盟拨给匈牙利的430亿欧元资金，并推动暂停乃至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这意味着欧盟对匈牙利的容忍度正在不断降低，即将失去所有耐心。实际上，欧洲酝酿剥夺匈牙利投票权的想法从2024年底就有了，因为匈牙利立场总是和欧盟格格不入，特别是涉及俄乌战争的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却极度亲俄，丝毫不在乎欧盟的立场和利益。其总理欧尔班不仅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极力反对制裁俄罗斯。只是匈牙利的经济太差，长期需要欧盟的财政救济，所以往往欧尔班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妥协，但他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了欧盟的效率。现在欧洲已开始研究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或者在议案表决时直接将其绕过。当然，除投票权外，火力军认为冻结资金这一招其实更加有用。经济本就差的匈牙利，如果没了欧盟的救济，会变成什么样，可想而知。更何况乌军还打掉了俄罗斯连接该国的输油管道，匈牙利能源受到了严重影响，想必匈牙利近来的日子不好过吧。另据彭博社的披露，丹麦已提议欧盟从2027年开始
要求天然气进口商提供证明，排除这些天然气非来自俄罗斯。大势如何已一目了然，而且随着战争的升级，这样的影响还会加剧。前线方向，乌军在多条战线的反攻都有所斩获。苏梅边境尤纳基夫卡的反复争夺战终于告一段落，最终被乌军第225突击团拿下，并清理完了定居点内的俄军，目前战线趋于稳定。顿涅茨克战场，乌军再次拿下多个要地据点。据乌总参谋部报告确认，乌军第425团夺回了红军村东北12公里处的新科诺米奇涅村，并升起了旗帜。报告显示，乌军第425团和特种部队发起联合反击，在火炮和 FPV 无人机的支援下，猛攻俄军的阵地。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差不多2天，最终乌军解放了该据点。从现场传回的画面看，乌克兰的国旗正飘扬在这块乌东的要地上，乌军士兵也站在俄军的战壕里打卡拍照。也有的信息显示，新科诺米奇涅村恰恰位于关键的红军村方向，并地处 T0504 公路主干线上，是连接红军村、米尔诺赫拉德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交通枢纽。拿下该地将有助于乌军在红军村沿线的反击。紧接着第2天，第425突击团再接再厉，又解放了乌达奇涅，同样在村庄上空升起了旗帜。至于红军村本身，乌军用海马斯和 FPV 无人机成功击退了俄军一次罕见的装甲突击。即便是新增援过来的俄军精锐第155海军陆战旅，也在这次进攻中损失了2辆坦克和4辆装甲车。说句俄粉不爱听的话，随着装甲车辆的持续减少，如今俄军的进攻只能靠步兵和 FPV 无人机进行。俄军的坦克装甲车已经很难在战场上看到了。那进攻失败的俄军接下来要干嘛？碍于命令，俄军士兵只能继续进攻。不过在红军村进攻受挫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西维尔斯克。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指出，俄军正计划的秋季攻势就是希望在入冬前完成对该地的占领。只不过有了春夏攻势的前车之鉴，俄军还未展开的秋季攻势，火力军实在不看好。此外，俄军还在试图攻占托列茨克的卡捷列尼夫卡，其出动5辆装甲车和40多名士兵，试图偷袭乌军的防线，但进攻行动被乌军第12旅提前发现。随后，俄军纵队与郊区陷入乌军火力陷阱，5辆战车悉数被乌军无人机和地雷摧毁。最终，俄军被迫退出战场，没能突破乌军的阵地。乌南战场，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彼得罗·安德烈香科宣称，乌克兰军情总局和马里乌波尔抵抗组织发起了一场联合行动，直接摧毁了位于扎波罗热州金斯基罗兹多里村的一个俄军指挥所。据悉，该指挥所隶属于俄军第35集团军，主要负责协调俄军在扎波罗热州的进攻行动。此次袭击造成17名俄军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虽然行动细节暂时还不清楚，但应该不是武装突袭。考虑到风险，大概率是当地抵抗组织发现了这座指挥所，并将其坐标报告给了乌克兰军情总局。后者协调火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远程火炮和导弹对其进行了攻击。赫尔松方向，米格29战机带着 GBU 炸弹就朝着左岸的俄军据点飞去，抵达目标附近后进行了精准投弹，直接摧毁了俄军一座无人机操作员居住的大楼。楼内大量的俄军无人机飞手全部被埋在了废墟里，损失惨重。当然，空袭远不止前线的打击，乌军对俄本土造成的伤害更大。俄罗斯本土这2天并不太平，因不明原因发生了多场大火。据奥斯特频道披露，9月1日前后，继莫斯科莫名大火后，罗斯托夫州多地发生连环火灾。现场画面显示，成片的大火正在向周围快速烧去，包括森林区和一些建筑物都被波及。目击者还在公路上拍下了火势蔓延的瞬间，可以看到不断有黑烟升起，同远处的天空映成一体。俄方还未对此做出回应，外界普遍认为是有人蓄意纵火，可能是亲乌克兰的游击武装又展开了破坏行动。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导弹继续袭击俄本土，这已成为每天的必备项目。同样是在罗斯托夫，昨夜乌军无人机群和俄防空系统展开了彻夜对决，结果当地多处传起了起火爆炸的声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俄防空系统拦截过程中，其发射的防空导弹还误击了本方的居民住宅楼，造成门窗被完全毁坏。但当地俄媒则声称是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的火灾，并强调没有导致人员伤亡。其实，俄乌战争以来，俄军已发生了多起导弹误袭事件，甚至莫斯科居民楼的阳台都被自家的铠甲导弹击中过。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故，火力军并不感到意外。再说回罗斯托夫，作为俄南部的要地，这段时间它和克拉斯达诺尔一样，几乎是隔2天就会遇袭，目标则是俄军的炼油厂和铁路线等设施。俄军的战略资源正连续受创，
这表明乌军无人机的攻击正越来越高效。目前，波兰的军工企业 WB Group 已宣布在基辅开厂生产无人机，德国也将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了秘密工厂，专门生产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系统。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德法还在联名研发名为 JEWEL 的导弹预警系统，它将可以发现来自太空的导弹，而地面的雷达将提供精准的信息跟踪。这就有意思了，大家说得到德国技术全方位支持的乌克兰，今后会不会也用上该系统？另外，俄罗斯也在乌克兰无人机不断冲击下正日渐衰落。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预算赤字可能超过 GDP 的 1.7%， 且实际情况可能更高。相关业内人士也证明了这一点，称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根据其财政部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7月份，俄罗斯预算赤字已达到 GDP 的 2.2%， 而且乌克兰还在猛烈袭击俄能源设施，这将导致俄罗斯的战争支出变得更加庞大，其经济形势将继续恶化。与此同时，俄罗斯军神戈尔吉尔金斯特蒂尔科夫再次表达对俄军的愤怒。吉尔金放话称，俄军真是丢脸，整个夏天在前线连一段都没突破，花了16个月猛攻恰索夫亚尔，结果却一无所获。另外，乌克兰都允许18到22岁的年轻人出国了，可见如果乌克兰真的穷途末路，他们早就开始征召16岁的年轻人入伍了，但他们现在的情况还不错。Deep State 也报道称，俄军8月份进攻速度下降 18%， 共进行5027次袭击行动，比7月、6月和5月的袭击行动有所减少。从8月份俄军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数据上看，俄罗斯确实打不动了。俄军在8月份发射的沙希德无人机数量也从7月的6303架下降到4132架，直接少了1/3。总之，吉尔金对俄军越愤怒，就越说明乌军的强大，同时也说明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失败不可避免，其离2022年的战略目标越来越远。那些预测俄罗斯会获胜的人又一次错了。乌克兰正用不断被摧毁的俄军装备、人员向外界证明俄罗斯不会获胜。好消息呀！用于新型欢式步兵战车的 MK44 由诺格公司交付给波兰，波兰的装甲洪流大军要成了。据悉，继波兰2023年与签署采购1400辆的欢式步兵战车框架协议后，终于在今年3月27日正式签署了111辆的量产协议，总价值约16.9亿美元，预计将于2029年前全数交付。而根据防御24网的报道，结合波兰装甲机械化部队的结构，这111辆装甲车将能换装2个机械化营，每个营约有50余辆。报道指出，之所以时隔数十个月才签约，可能的原因在于车辆的成本跟价格。由于欢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其本国制造商斯塔洛瓦沃拉钢铁公司也正积极进行现代化改造。在签约正式合约之前， HSW 已先试产10多辆欢式步战车，价值约14亿兹罗提，而该型步战车的全框架协议为1000辆步兵战斗车及400辆衍生车型，自然要慎重再慎重。欢式战斗车全重约28吨，引擎马力720匹，车内可搭载3名车组员与6名步兵。其 ZSSW 30炮塔配备交付的 MK44 电炮，一挺 7.62 公里同轴机枪与2枚长汀艾瓦反装甲导弹。车体采用分层装甲保护，防御力根据 STANAG 4569标准，车身正面的防御力达到4级，车身两侧和后方达到3级。无人驾驶的炮塔和外部设备防御力大约为2级或3级的被动防护，以及欧巴3主动雷射探测系统的保护。它可以自动发射烟雾弹，对地雷的防护力可达到了3级或3A 级。此外，基于波兰环境需求，欢式也特别着重浮航性能，可以8公里时速执行涉水幅度，地面最大时速可达65公里，可在各种地形中灵活机动，大幅提升机械化步兵的战场机动能力。特朗普9月2日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将从科罗拉多州迁至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在事后补充道，美国将在太空领域遥遥领先，搬迁将确保我们继续保持突飞猛进的领先地位。据悉，美国的太空司令部主要负责向太空部署军事人员，包括太空军的人员。该司令部由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成立，其自2020年1月起就一直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开展工作。到了2023年，拜登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作为永久驻地，这一决定当时得到了五角大楼的支持。但包括州长凯艾维在内的阿拉巴马州官员一直在敦促将太空司令部总部迁至该州。如今特朗普重新上任，算是实现了这一愿望。
至于理由，特朗普和阿拉巴马州官员表示，亨茨维尔地区非常理想，这里是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蓝色起源工厂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承包商的所在地。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参议员约翰·希肯卢伯和科罗拉多州其他国会代表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太空司令部的搬迁将直接损害我们的州和国家，发誓要为将太空司令部保留在科罗拉多州而战。他们同样声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才是美国太空司令部的理想驻地。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将其保留在那里。虽然特朗普已经宣布太空司令部将会搬迁，但依照现在情况看，阻力还是很大。后续情况的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9月11日至25日，美国将与日本举行联合演习，并在此次演习中暂时性将第一锋陆基中导系统部署到日本境内。值得注意的，此前美军也曾以演习为名，暂时性将该系统部署到菲律宾，但在演习结束后改为了长期部署。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言人表示，在此次演习中，第一锋中导系统将被部署至驻日美军岩国基地，该基地位于东京以西890公里处，目的是增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应对能力以及综合作战能力。目前尚不清楚该系统是否会作为演习的一部分进行实弹发射。第一锋中导系统是美军在退出中导条约后紧急研发的新型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目的是为了填补美军在陆基战术导弹与洲际导弹之间的火力空白，并且还是美军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第一锋系统是将美国海军舰艇使用的 MK41 垂发系统改为陆基发射系统，能够发射标准6与战斧巡航导弹，打击范围覆盖500公里至2000公里。MK41 还能兼容美军现役研制中的多种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习期间还将在冲绳石垣岛基地部署美制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这是一套无人反舰武器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以携带2枚美国与挪威联合研制的 NSM 反舰导弹。根据委内瑞拉媒体南方电视台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9月1日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军事手段对委内瑞拉进行极限施压。8艘携带1000枚导弹的美军舰队与1枚核潜艇已经瞄准了委内瑞拉。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当天凌晨，美国对阿拉瓜火车组织进行打击，造成该组织的11名成员死亡。美军在此次行动中没有人员伤亡。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将委内瑞拉阿瓜拉组织列为全球恐怖组织名单，近期以打击犯罪为理由，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域部署多艘军舰，对相关武装分子进行打击。当地时间9月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进攻加沙城做准备。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仅打击了哈马斯武装组织，同时对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权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等目标实施打击，从而削弱这些长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力量。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正处于与哈马斯冲突的决定性阶段，这场冲突必须在加沙彻底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国防军正在进行大规模预备役人员征召工作，并为扩大加沙城军事行动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在伤害以色列。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欧盟向美国低头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